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进行导弹袭击后，美国、德国周一均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防空系统，以加强其自身防御。此外，北约和欧盟也谴责了俄方的袭击，并表示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包括提供进一步军援等。俄乌冲突来到当前的关键时刻，美西方强化对乌援助将如何影响局势走向？俄军周一对乌克兰多个主要城市发动空袭后，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总统拜登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承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自卫所需的支持，包括先进的防空系统。拜登还对泽连斯基强调，美国及其盟友将继续让俄罗斯付出代价。泽连斯基通话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防空系统。9月27号，美国五角大楼称，将在未来2个月左右开始向乌克兰交付地对空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还在社交平台上透露，自己已经分别与德国、法国、卡塔尔、波兰和荷兰等国领导人紧急通话，讨论继续对俄施压，以及在防御能力、重建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强对乌援助和国际声援等。德国是七国集团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泽连斯基在公布与德国总理舒尔茨的通话内容时，还透露自己将在七国集团即将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发言。白宫当天也证实了泽连斯基将参会的消息。总体来看，实际上呢，就是美国和北约呢是希望通过乌克兰来把俄罗斯分化，或者是瓦解，或者是说消耗在乌克兰的这个战场上。如果从这个战略目标出发的话，那么俄罗斯还将会受到来自于美国和北约的更强力的这个武力上的这种打压。所以说大面积的反俄呢只能够进一步的明确了他们在这个俄乌战场上美国和北约的这个战略目标。此外，北约和欧盟均表达了对俄罗斯空袭的谴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一在社交平台上称，已经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进行了交谈，并强调北约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人民。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除谴责外还表示，我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来自欧盟的额外军事支持正在进行中。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周一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主要城市的袭击尤其令平民感到恐惧，更说明迅速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的重要性。他随即声明，德国将在近期向乌提供一套导弹防空系统，即德国此前承诺向乌提供4套地对空 IRIS-T 防空系统中的首套。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拒绝透露具体的交付日期，称联邦政府在交付武器时非常谨慎，以避免在运输途中被拦截或摧毁。此外，乌克兰军队也需要接受使用该系统的培训。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最早在6月初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该防空系统，它可用于防御从20公里的高度和40公里的距离外来袭的导弹。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联邦国防军目前并未配备该系统。打到今天已经将近7个多月，实际上北约除了没有派兵面对面的和俄罗斯进行这个战场上的博弈之外，实际上北约已经在情报方面，在舆论方面，还有在武器方面，包括军队指挥方面等等，都给予了乌克兰非常全面的援助。从各方的表态来看呢，美国和北约还是要对乌克兰进行进一步的军火上的支持，军备上的援助。相对而言呢，进一步的加大援助的话，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能够导致这个战争进一步的升级。据英国卫报周一报道，泽连斯基对 G7 在线峰会发表讲话时，将寻求西方在支持乌克兰的方式上做出深刻改变。乌克兰抱怨称，西方的支持一直落后于乌克兰捍卫其领土和人民的要求。预计在军事上，泽连斯基将要求西方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并重申乌克兰长期以来对远程导弹的需求。根据此前美媒透露，在乌克兰9月中旬向美方提出的新武器援助清单中，含有美方至今仍拒绝提供的射程可达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能够直接威胁到俄罗斯本土。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曾回应，如果美国公然向乌克兰提供了该系统，则意味着美国将越过红线成为直接冲突方，俄罗斯将保留捍卫其领土的权利。这也是对乌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对美国最强硬的警告。
因此也有舆论担忧，眼下俄乌冲突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若美国此番果真在形势所迫下给了乌克兰相关武器，或将导致局势螺旋式升级，造成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面对西方加大军援力度，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周二表示，俄方遗憾地发现，从对乌克兰源源不断的大规模援助，在欧盟国家培训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提供实时情报和卫星图像，到确定炮击目标和规划乌军行动，站在基辅政权一方的西方国家，正在越来越多地卷入这场冲突当中。里亚布科夫警告，由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日益卷入到俄乌冲突当中，俄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那么打了7个多月，我觉得俄罗斯的国力呢已经在不断的进行消耗，再加上西方对它的这种全面的经济制裁，可以理解为是以压促变。